这个阴险狡诈的将军，竟想用一条毒计，让武林两大泰斗南北少林自相残杀，从而坐收渔翁之利。一场看似公平的比武，背后却隐藏着惊天杀局。而这一切，都要从将军府引来3位特殊的客人说起。这一天，3位来自嵩山北少林的俗家弟子徐芳、包山雄和杨仲飞，奉朝廷之命来到将军府担任教头。将军对之前福建南少林派来的教头早已心怀不满，认为他们桀骜不驯，终是心腹大患。于是他表面上对北少林3人礼遇有加，实则暗藏杀机。将军先是让3人在木人庄前小试牛刀，随后便将他们引荐给南少林的3位教头。他言语间极尽挑拨之能事，声称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逼迫南北双方必须一较高下，胜者才能担任正教头。南北少林本是同根同源，无奈将军以职位要挟，一场同门切磋在所难免。比武场上，北少林的杨仲飞以灵动的轻功戏耍对手，包山雄的刚猛掌法和徐芳的精妙腿法亦轻松取胜。他们手下留情，点到为止。然而谁也想不到，这竟是噩梦的开始。当晚，落败的南少林3人竟离奇暴毙，死状惨烈，均是中了阴狠的内伤。将军立刻派心腹花副将前往南少林麦师傅处报丧，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北少林身上，污蔑他们出手狠毒，滥杀同门。听闻噩耗，南少林掌门麦师傅悲痛欲绝，门下弟子群情激愤，是要为师兄弟报仇。一场由将军亲手导演的血腥仇杀就此拉开序幕。麦师傅派出自己的儿子麦远以及另外2名得意弟子前去寻仇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又一场血战爆发。这一次，北少林3人为了自保，失手杀死了麦远等人。这下血海深仇彻底结下，再无转圜余地。心思缜密的徐芳隐觉得事有蹊跷。他发现最初死去的3人并非死于他们的招式，而是被一种诡异的掌力震碎内脏。一个巨大的阴谋正笼罩在他们头顶。与此同时，南少林惨遭重创，麦师傅接连痛失爱徒和亲子，心力交瘁，一病不起。临终前，他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最后3名弟子身上，分别是大弟子何应武、二弟子朱赞成和小儿子麦丰。他耗尽心血，安排3人分别去拜访隐世多年的前辈高人，针对北少林3人的武功，苦练克敌制胜的绝学，以柔克刚的咏春，至刚至猛的螳螂拳和诡辩莫测的鱼尾棍。几个月后，3位南少林弟子神功出城，下山复仇。而另一边，将军的毒计也在继续。他假意要将府中侍女秀燕收为义女，并许配给北少林教头徐芳，企图用联姻的手段将他们彻底控制。就在将军府大排筵宴庆祝这桩喜事的当天，何应武、朱赞成、麦丰3人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。一场决定南北少林命运的终极对决在宴会厅上演。螳螂拳对金刚掌，咏春对旋风腿，鱼尾棍对上了蝴蝶棍，双方都已练就绝技，打得天昏地暗，难分难解。激战中，麦丰找到了机会，一记重腿踢中徐芳，徐芳身受重伤，弥留之际，他终于对麦丰说出了真相。当初他哥哥是在背后偷袭，自己情急之下才收不住手，而最早死去的3人根本就不是他们所杀。麦丰闻言如遭雷击，呆立当场。就在此时，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将军眼看阴谋即将败露，竟按捺不住亲自出手，一掌拍向手无寸铁的侍女秀燕。那阴狠毒辣的掌法与当初杀害南少林3弟子的手法如出一辙。真相终于大白，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道貌岸然的将军。南北少林终于识破毒计，但已是死伤惨重。面对布下天罗地网的将军和他的军队，幸存的弟子们能否联手杀出重围，为所有死去的同门报仇雪恨？